卡尔比是一名潜水搜救员，现在呢正在执行打捞尸体的任务。在海底一片漆黑的环境中，只能通过头顶的探照灯的光源查看很短的距离。突然之间，一只手伸向了科尔比，本来以为是一具尸体，科尔比用手碰了一下那只手，没想到尸体却动了。那只手紧紧地抓住了科尔比的手，在那一瞬间，科尔比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Fucking hell. I don't know what we're gonna do. All right, just keep him there and keep him calm, okay? All right, just reassure him, pat him on the shoulder. 这位惊慌失措的男人在30米深的海底，没有任何设备、任何补给的情况下，独自存活了3天，简直就是奇迹。那么他是如何存活那么长的时间的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故事。这位命大的黑人名字叫哈里森·奥尼克，是尼日利亚人，事发时29岁，是船上的一名厨师。他乘坐的船是一艘名字叫杰斯肯4号的拖船，船长34米，船上总共有12名人员。当时杰斯肯4号拖船和其他的2艘拖船正在将一艘装满石油的超级油轮拖到岸边的停泊处。2013年5月26日凌晨，他们到达了非洲大陆西南的几内亚湾。这里经常会有海盗出没，所以船上有一个规定，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船员要将房门锁紧。本来是为了保护船员的规定，最后呢却害了他们。5月26日凌晨5点，哈里斯突然被尿给憋醒了，他下床打开房门，想去厕所方便。当时呢，海上的风浪很大，整个船体摇晃得厉害。哈里森刚刚进入厕所，整个船体就被一个大的海浪给直接掀翻了，倒扣着沉入了30米的海底。还好哈里森没有摔伤，他意识到船翻了，厕所的水位呢也不断的上升。哈里森艰难地出了厕所，看到几名船员正游向紧急舱门，想从那里逃生。哈里森也想和他们一起逃生，但是那几名船员刚刚打开紧急窗口，就被涌进来的海水给卷走了。哈里森也被海水推回了厕所，他死命的没让厕所门关闭。厕所里呢有少量的空气，哈里森暂时是安全了，其他的船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翻船的时候呢，船员们都在睡觉，房门是锁死的。翻船之后呢，海水倒灌，水压的原因，舱门无法打开，大部分的船员都被困死在自己的房间内。哈里森刚开始还能听到同事们拍打墙壁的声音和求救的声音，慢慢的没有了声音，一片寂静。由于厕所的空间太小了，厕所里的空气也是有限的。哈里森知道厕所不是久留之地。他在厕所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冷静的思考，他做出了第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深吸了一口气，一头扎进了海水里，拼命地游向船头的船长室。水里是一片漆黑，到处都是漂浮的家具和杂物，甚至还有一些同事的尸体。哈里森艰难地靠着记忆，终于达到了船长室。哈里森赌对了，船长室里没有被水淹没，这里的空间呢比厕所里的空间也大了很多，大概有6立方的空间，氧气的问题是暂时解决了。但是哈里森现在又面对着另一个危机，那就是身体快速失温的问题。5月份，大西洋东部海面的温度是27.7度，哈里森在海底的温度就更低了。他上厕所的时候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泡在海水里，哈里森的身体迅速的降温，2个小时之内他就会因为快速失去体温、晕厥甚至死亡。这时呢，哈里森做出了第2个正确的决定，他将船舱里漂浮的木板和床垫简单的搭建在一起，这样呢他就可以坐在上面，让大部分的身体都露出水面，减少身体的散热。他还找到了一罐饮料，虽然不多，但是呢能补充一些水分。在一片漆黑的海底，人的感觉会被放大，哈里森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甚至呢他还闻到了腐臭味，也许是他的同事正在被鱼类啃食，尸体腐败发出的味道吧。这样的环境就像是地狱一样，哈里森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分每秒都是煎熬，他已经不能准确地感知时间了。为了能让自己能够平静一些呢，哈里森尽量的去回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向上帝祈祷救援队尽快的到来。哈里森4号拖船沉入海底之后海面上另外2艘拖船马上就联系了救援队，但是当时由于海浪太大了，短时间内无法到达现场。
这2艘拖船上呢也没有配备深海潜水的装备，无法到30米深的海底进行救援，所以呢只能在沉船的地方绑好浮漂，做好标记，等待救援队的到来。直到3天之后，海面逐渐的平静了下来，一艘打捞船带着一支深海打捞潜水队员来到了现场。但已经过去了将近3天的时间，人们都认为船上的12人都已经死亡了。下水的目的呢，也只是打捞尸体和摸清沉船的情况。潜水员带着相机下水，越往下光线越暗，直到一片漆黑。潜水员呢，只能通过携带的灯光照亮有限的空间。他们花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才打开了舱门，进入船的内部，在船体内呢，开始寻找船员的尸体。哈里森在船舱内呢听到了声音，知道救援队来了，于是他大声喊叫，敲打船板，但是呢没有得到回应。紧接着他看到了水里有一点亮光，对于哈里斯来说呢，这就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于是他鼓起勇气扎进海水里，朝着光源的方向拼命地游了过去。潜水员科尔比正在检查其他房间的时候，突然一只手伸向了他。科尔比以为是一具尸体，他碰了碰那只手，没想到呢，那只手就动了一下，而且还抓住了他。科尔比吓了一跳。另外一位潜水员在话筒里说，他还活着。Alright, you found one, yeah? There's someone alive. He's alive. He's alive. Okay, keep him there. Keep him there. Alright, just This is all this is hold him there, okay? Just keep him there. I don't know what we're gonna do. Alright, just keep him there and keep him calm, okay? You must listen to me, alright? Alright. We're gonna take you in the water and then we're gonna bring you home, okay? Alright. What's your name? Harrison. Yes, sir. Okay, Harrison. My name is Colby, and the diver that's helping you now, his name is Nico. What is your rank? I'm the cook. You're the cook. Yes, sir. 这些潜水员本来是捞尸体的，没想到呢捞了一个大活人，特别是那位潜水员科尔比给吓得够呛，不知道会不会给他们加工资呢？一般潜水爱好者呢不会在30米深的海底超过30分钟，而哈里斯在没有潜水设备也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在30米深的海底存活了60个小时，简直就是奇迹。潜水员先给了哈里斯一瓶水，让他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给他戴上氧气面罩，呼吸氧气，并且向上面汇报情况，进行救援。由于哈里斯在30米下的水下待的时间太长了，不能直接送到海面，否则呢会因为不能适应海平面上的空气压力，血液里呢会出现弹泡，严重的话会导致瘫痪或者死亡。所以他们给哈里斯戴上了潜水头盔和背带，哈里斯和潜水员一起进入了潜水钟。5月28日晚上7点左右，潜水钟回到了海面。然后呢，哈里斯和潜水员们在减压舱里生活了2天，直到他的身体适应了正常的气压。哈里斯是这次海难事件里面唯一的生还者，其余的船员全部遇难。哈里斯被救之后在和别人交谈当中才知道自己被困在海底60个小时，而他自己呢却一直以为自己只被困了1个晚上。另外，他也特别的幸运，他所在的船底的空间里，氧气的含量只够他生存2天半的时间，而就在氧气即将耗尽之前，被潜水员给救了出来。再晚一些时间的话，他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人在呼吸的时候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在封闭的空间里面会随着人的呼吸，二氧化碳的浓度会越来越高。如果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5%，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甚至二氧化碳中毒。二氧化碳是可以溶于水的。哈里斯在那个空间里面时不时的划水有意和无意之间就增加了水的面积，从而加快了二氧化碳溶于水的速度。所以呢，这也是他能够幸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哈里森被救之后回到了尼日利亚。那次事件呢，让他留下了心理阴影，患上了创伤性应激障碍。他不敢去参加同事的葬礼，不敢去回顾之前的经历，更不敢踏上任何的船只。而且呢，他还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海底的船里，梦见自己掉进水里拼命的挣扎，还梦见离世的同事们嘲笑他懦弱。虽然在这之后他一直做厨师的工作，但是呢都是在陆地上做饭。很多年以后，哈里森受够了噩梦的困扰，他鼓起勇气，决定要克服自己的恐惧。
他来到了一家潜水中心，进行了专业的潜水训练，并且获得了潜水的证书。很巧的是，给他颁布证书的人正是在海底发现他的那个潜水员。哈里森再次成功了，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能够从容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生命是如此的顽强，不论环境多么的恶劣，都不要放弃自己。好了，以上就是哈里斯的故事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